哇老诶，抓地力才稀哦。在马来西亚，你要选购你自己想要的轮胎，然后你想货比三家呢，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这个轮胎的规格啊、性能啊都没有公开。以往的方式呢，就是打电话去店家问一问，或者是亲自上门去询问啊。可是呢，有可能那个店家他要推销他自己的存货，不小心囤了太多某某牌子的货，可能他上个月跟那个供应商啊在喝酒的时候呢，有一点醉了，不懂得阿嘎 order 了太多的货，所以呢，他就会跟你讲，你所要的那个轮胎不好，我店里的这个轮胎呢，又安全，又省油，又安静。讲到天上有地下无，可是呢，要用什么数据来支撑他所说的这个轮胎呢？然后你又怎么知道他所推荐的这个轮胎真的是那么好呢 ？OK， 今天我就来跟你分析一下，下次呢你就不会买错轮胎了。我这个货比三家的技术呢，我传授给我几个朋友之后啊，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太迟认识我了，如果早点认识我，就不会被大家老骗。OK， 目前呢，我先跟你讲解一下这个轮胎的基础啊。OK， 我用的是 CS5 2.2 Diesel， 然后呢，我原装的胎压是这一个 Toyo Process R46， 这个是它的 model 啦。然后呢，像这个225代表了我的胎压的这个宽度，就是225mm， 然后像这个胎压的厚度呢，你就要看后面这个55，这个55并不是 mm， 这个55是 percent 八仙，所以我的轮胎的厚度就是呢225乘以55%，就是我胎压的厚度，所以我胎压的这个厚度是 123.75mm。OK， 这个是大概介绍给你知道啊，这个你不一定要背起来。然后 R19 的意思就是19寸哦，然后像这个 99V 的意思就是啊，这个号码是 Load Index， 这个号码越大，代表你的轮胎可以承受越大的重量。然后呢，这个 V， 这个十分重要啊，这个 V 是 Speed Index， 也就是说这个轮胎所设计的这个 Top Speed 啊，我们主流的轮胎的 Top Speed 呢，主要是有 H、V、W、Y，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我 highlight 起来的呢 ，OK， 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 H 就代表210 kmh， 然后 V 就代表呢220 kmh，W 就是270 kmh，Y 就是300 kmh。然后呢，还有一个更高级的，有些跑车啊，那种超级跑车，他们要跑超过300怎么办呢 ？OK， 如果跑超过300的话呢，它就是 ZR。你看到有些轮胎它会有这边写啊 ZR 啊，这些就是啊超级轮胎啊，他们可以跑超过300了。这里就有一些资料了，任何可以跑超过300的轮胎呢，它都会写一个 ZR 在那里。OK， 在了解完了这一些之后呢，你可能会想啊，这个时候，哎呦，我是一个良好公民啊，我都没有超速啊，这个 Speed Index 有什么重要呢？来了，我告诉你，就算你是一个良好公民啦，让我来解释给你听。这个比如说这个 V 啦，我的车是 V 嘛，240，现在那个原装的胎压是 V， 对不对 ？OK， 这个240是当它是新胎压的时候240。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的胎压的花纹剩下58%的时候，这个240是不是会变成120呢？当然，我这个说法呢，可能没有那么正确，因为我不是工程师，我也不是科学家。可是以我自己的了解啦，当你的那个轮胎花纹啊开始少掉的时候呢，你这一个它所抵在的 top speed 啊，我想必它是会减少的。当然，它这个 Speed Index 啊，它是说这个轮胎是设计来处理0到200
240的这一个速度嘛。如果你超过240啊，超过它所设计的这个 top speed 呢，它的轮胎的性能就会下降，它是一个抓地力开始下滑的一个点。我们现在就来正式开始货比三家。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 video 的话呢，麻烦你可以 subscribe 一下我的 YouTube channel，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分享。OK， 首先自从有了谷歌之后呢，货比三家变成轻松很多。看到没？你在谷歌这里呢，你打225 55 R19， 然后呢开引号关引号 RM。要搜索这个 RM 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我也要知道马来西亚有卖什么牌子的打压是这一个尺寸的，所以我就打这一个尺寸，然后我就放一个 RM 是 Malaysian Ringgit 啦，就是这个令吉有 Michelin 有 Continental 还有 Goodyear 然后这边大致上你可以看到它的价钱比如说这个 Michelin 它卖1186哦，1186哦，果然是米其林非常的 premium 可是我本身呢，我是不支持米其林的，因为呢，我觉得它的轮胎跟别人同样的等级的轮胎比别人贵了很多，有可能它是品牌效应，有可能是它比较耐磨，这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呢，用米其林是很浪费钱的，所以我家的车呢，我家有3辆车都没有用米其林。就算价钱一样，我也不会用米其林，因为呢，同样的价钱你花在别的牌子，它会给你更好的东西。OK， 这个米其林 Latitude Sport 3打压1186 OK 我们现在来看它的这个性能。然后要看性能呢，你要怎么看呢 ？OK， 这个方式呢十分简单。注意这里很重要这边你就打 EU Label， 然后呢这边打一个 Grip 抓地力，然后再打一个 DB。让我来跟你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就打这个25 55 R19。然后呢，后面这边来一个波浪 EU Label。EU Label 呢，因为欧洲欧盟有规定啦，每一个在欧洲所售卖的这个打压一定要有这个 Label。这个 Label 呢，上面会讲这个轮胎的抓地力还有它的隔音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它的 result 你看广告费几够力米其林Malaysia来打广告了。OK， 我们不要理它，我们去看这个 Auto.co.uk， 来，我们按进去。OK， 进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就是你要的轮胎米其林 Latitude Sport 3这样的尺寸 99V。我们看一下，跟我原装的一样咯，完全一样是 99V 咯，原装的也是这样。OK， 我们现在这边你看一下Summer Tires，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热带国家嘛，我们用的轮胎就是夏天的轮胎然后你滑下来，你会看到呢 EU Label， 米其林果然是厉害你看这一个它是 Wet Grip，Wet Grip 就是在雨天的这个抓地力是 A 这个油耗呢，通常好的轮胎啦，因为好的轮胎它抓地力强嘛，所以它的那个油耗不是那么的好。所以 Fuel Efficiency 我们先不要管它，我们最重要是后面这两个嘛 Wet Grip A， 哇，抓地力一流然后这个 DB 呢，就是它很安静我们看一下原装的是如何呢？我们做一个对比。你看原装的这一个我们去下面看一下，哇啦喂，抓地力才 C 讲真的啦，原装打压真的是好烂又快磨完，抓地力又 C， 然后这一个算是蛮安静啦，可以给它一个 like 啦，安静，跟米其林一样安静咯。所以我时常听人家讲米其林一级棒安静，可是你看 Toyo 也是一样安静其实只是抓地力的差别。你看这个米其林是 A 嘛，这个 Toyo 是 C。OK， 看完了米其林之后，我们看
第二个选择啊，如果用回原装的尺寸呢，哇老便宜好多诶，1186579，真是的，便宜了一半呢。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225、55、29，它这个型号有一点不同啊，因为它是 Process CF2， 我那个是 Process 原装是这个嘛，原装是这个 Process R46嘛，它这个是 Process CF2， 我们来看一下 Process CF2 啊 ，OK， 照着刚刚那个方法呢，我们就找到这个 Toyo Tires， 它的 EU label 啊，这个抓地力有进步一点啊，从 C 变成 B，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Process， 哇老诶，这个原装的 Process R16哦，真的是要吐槽一下，抓地力 C 吧，我在雨天的时候看了都咸了。OK， 我们来看这个进化版啊 ，maybe 是进化版啊，这是 CF2 啊 ，Summer Tires 夏天的打压。OK， 抓地力变成 B， 其实not bad not bad。然后呢，跟米其林相比，就是这个抓地力的问题了，安静程度是一样，只是米其林有更高的抓地力啊。可是呢，价钱便宜了一半哦，要怎样哦？怎样选哦？是我选这一个啦，因为价钱便宜一半啊，然后我驾车加慢点就算了。OK， 然后呢，我现在跟你们讲完这些之后呢，我希望你们有一个时间可以消化一下。OK，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分享啦，关于这个选这个原装打压的一个分享。然后呢，其实有更深奥的那一个方法，因为我找到另外一个尺寸。然后呢，我如果把这个方法做在这个 video 的话呢，这个 video 就太长了，一定没有人看了。OK， 我先给你预告一下下一集我要做的东西啊。下一集我要做的东西就是呢，你看一下，这个225、55、29是我原装的打压嘛，对不对？那么呢，我要知道啊，这个225、55、R19可不可以换成别的尺寸呢？你就来这个 TireSize.com 这里，看啊，你找一下啊。然后呢，我之前有讲过嘛，如果你要把原装的轮胎呢换去另外一个尺寸呢，它的总直径不可以大过原装的尺寸3%，这个是一个定律来的啦。所以如果你上网找呢，这个225、55、R19有什么其他替换的尺寸呢 ？Upsizing 呢？它所提供给你的尺寸呢，它的总直径啊 ，diameter 啊，都不会超过3%，或是小过3%。你看负就是小过啊。所以你在这里呢，这 TireSize.com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这个 alternative size。你选这个 alternative size，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25、55、R19呢，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OK。如果你不想太过变态，变成275、45啊这种这样变态、这样阔的那个轮胎呢 ，OK， 我建议你找比它大一个10的就好了，因为你25换成235没有什么问题嘛，那 offset 的东西不用什么改哈。看啊，235、55、R19 ，see， 总直径只增加了 1.7%， 所以这个235、55、R19也是可以换的。OK， 我觉得这集到这里就好了，因为呢，我觉得太多的资讯怕你们吸收不来呀，所以呢，这集的影片呢，主要就是告诉你如何去货比三家，如何去知道那一些你喜欢的轮胎的那个 spec， 它的规格，这样子不被大家老骗，所以是这一集的一个主题啦。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呢，麻烦你订阅我的频道，你的订阅、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您。然后呢，有些阴谋论的人可能会说啊，哎呦，找什么 EU label 在欧洲，它在马来西亚可能不一样嘞，可能马来西亚打压比较烂嘞，你肯定会有这种疑问，对不对？我不怪你。你看啊 ，OK， 同样的型号，同样的大小，同样的这个 load index， 同样的 speed index。同样 spec 的东西，然后同样是夏天的打压，然后同样是可以给 SUV 用，这么多共同点的东西，你如果身为
一间大亚厂啦，为什么你要做2个配方呢？你如果要大量生产的话呢，应该是研究了1个配方之后呢，尽量做到它大量化，一次过全世界 market 一起推出，这样子才是省钱的方法嘛。然后如果你东南亚做一个 spec， 中国做一个 spec， 欧洲做一个 spec， 美国做一个 spec， 这样子的话，你不是要4次的这个研究费用，然后你的那个生产的方式又分成4次，然后只为了做同一个尺寸、同一个 model、同一个 speed index、同一个重量、同一个属性的大亚，你觉得这样子做值不值得呢？